陈平心中一动，青蛇谷也是九盘山外围的一个势力，谷主是个地仙境3品的蛇妖。黑风老妖让他们去杀青蛇谷主，显然是想借刀杀人。没问题，陈平说道，我们这就去办。等等，黑风老妖说道，我派2个人跟你们一起去，也好见识一下你们的本事。他指了指旁边的2个狼妖，你们2个跟他们一起去，要是他们敢耍花样，就给我杀了他们。2个狼妖立刻上前一步，对着黑风老妖躬身行礼，是寨主。陈平和胡麻子对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跟着2个狼妖离开了议事厅。走出议事厅，胡麻子低声说道，这个黑风老妖果然没安好心，他是想让我们和青蛇谷两败俱伤。我知道，陈平说道，正好我们也想打探青蛇谷的消息，这倒是个机会。我们先去青蛇谷见机行事。2人跟着2个狼妖离开了黑风寨，朝着东边的青蛇谷走去。一路上2个狼妖不断地挑衅陈平和胡麻子，显然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陈平懒得跟他们计较，只是默默地赶路。走了大约半日的时间，前方出现了一片茂密的竹林，竹林中弥漫着淡淡的青色雾气，散发着浓郁的蛇腥味。前面就是青蛇谷了。一个狼妖指着竹林说道，青蛇谷主就在里面，你们自己进去吧，我们在外面等着。陈平知道这2个狼妖是想坐收渔翁之利，也不在意，对着胡麻子说道，我们进去。2人走进竹林，竹林中的雾气越来越浓，蛇腥味也越来越重。走了大约1炷香的时间，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山谷，山谷中布满了洞穴，洞口爬满了毒蛇，散发着危险的气息。这里就是青蛇谷啦。胡麻子看着山谷中的毒蛇，眉头紧锁，这里的蛇妖恐怕不少，小心些，青蛇谷主的实力不弱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陈平说道。2人刚走进山谷，就听到一阵嘶嘶的声音，无数条毒蛇从洞穴中爬了出来，朝着他们围攻过来。这些毒蛇交给我，胡麻子说道，同时从怀中取出几张符纸，迅速画出几张火球符，朝着毒蛇扔去。火球符在空中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瞬间将大片的毒蛇烧成了灰烬。但毒蛇的数量实在太多了，一波接着一波，源源不断地从洞穴中爬出来，让2人有些应接不暇。就在这时，山谷深处传来一个阴冷的声音，是谁敢闯我青蛇谷？随着声音响起，一个身穿青色长袍的中年男子从山谷深处走了出来。男子面容俊秀，眼神阴鸷，嘴角带着一丝冷笑，正是青蛇谷主。青蛇谷主看着地上燃烧的毒蛇尸体，眼中闪过一丝怒意。黑风老妖派你们来的，是又如何？陈平说道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青蛇谷主冷笑一声，就凭你们2个，也太不自量力了。他身形一晃，化作一条长达数十丈的青色巨蛇，张开巨口朝着2人咬来。青色巨蛇的速度极快，带着凌厉的风声，瞬间就来到了2人面前。巨蛇的口中散发着浓郁的腥气，让人头晕目眩。小心！陈平大喊一声，同时祭出斩龙剑，金色的剑气如同一道屏障，挡在2人面前。当的一声脆响，青色巨蛇的头颅撞在剑气屏障上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巨蛇被震得后退了几步。有点意思。青蛇谷主的声音从巨蛇口中传出，带着一丝惊讶，没想到你们2个小小的人类修士，竟然有如此实力。他再次张开巨口，喷出一股青色的毒液，朝着2人袭来。毒液在空中化作无数细小的利剑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，显然含有剧毒。陈平眼神一凛，体内灵力运转，淡金色的护罩将2人笼罩，毒液落在护罩上，发出滋滋的响声，却无法穿透护罩。你的毒液对我们没用，陈平说道，同时斩龙剑化作一道流光，
朝着青色巨蛇的7寸刺去。青蛇谷主没想到陈平的攻击如此凌厉，连忙扭动身体避开了斩龙剑的攻击，但他的尾巴还是被剑气划伤，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，绿色的血液喷涌而出。找死！青蛇谷主怒吼一声，庞大的身躯在山谷中翻滚起来，无数的树木被撞倒，碎石飞溅。胡麻子趁机取出几张符纸，迅速画出几张雷电符，朝着青色巨蛇扔去。雷电符在空中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无数道闪电朝着青色巨蛇劈去。青色巨蛇被闪电击中，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，庞大的身躯剧烈地颤抖起来。陈平抓住机会，斩龙剑再次刺出，精准地刺入青色巨蛇的7寸之中。嗷！青蛇谷主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庞大的身躯在地上抽搐了几下，终于不再动弹。两人这才松了口气，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。终于解决了。胡麻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说道，没想到青蛇谷主的实力这么强。陈平说道，这很正常，妖族和人族同境界的情况下，妖族的实力是要高于人族的，包括魔族也是一样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人族在3族之中最被人瞧不起。就在这时，山谷外传来了2个狼妖的欢呼声。太好了，他们真的杀了青蛇谷主。2个狼妖走进山谷，看着地上青蛇谷主的尸体，脸上露出了贪婪的笑容。没想到你们2个还真有本事，一个狼妖说道。不过青蛇谷主的尸体和宝物可都是我们黑风寨的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胡麻子警惕地看着2个狼妖问道。干什么？另一个狼妖冷笑一声，当然是杀了你们，夺取功劳了。2个狼妖同时出手，朝着陈平和胡麻子攻来。陈平眼神一冷，没想到这2个狼妖竟然敢背信弃义。他祭出斩龙剑，瞬间将一个狼妖斩杀。另一个狼妖见状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要逃跑。胡麻子立刻取出一张符纸，画出一张定身符，朝着狼妖扔去。定身符落在狼妖身上，狼妖瞬间被定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饶命，饶命啊！狼妖吓得连连求饶。留着你还有用，陈平说道，告诉我，黑风老妖和当年胡氏一族的灭族事件有没有关系？狼妖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陈平会问这个问题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，我不知道什么胡氏一族的灭族事件，我只是个小喽啰。不说实话是吧？胡麻子说道，同时取出一张火球符，威胁道，再不说我就把你烧成灰烬。狼妖看着火球符上燃烧的火焰，吓得脸色惨白，连忙说道，我听说当年黑风老妖曾参与过围攻胡氏一族的行动，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。你确定？陈平问道。我确定，狼妖连忙说道。这是我偶然听到寨主和副寨主的谈话得知的。陈平和胡麻子对视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愤怒。没想到黑风老妖也参与了当年的灭族事件，看来九盘山周围的势力都和胡氏一族的灭族有关。你可以死了，陈平说道，同时斩龙剑一挥，将狼妖斩杀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胡麻子问道。先把青蛇谷主的尸体处理掉，然后回去向黑风老妖复命。陈平说道，我们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趁机在黑风寨中打探更多的消息。两人将青蛇谷主的尸体和狼妖的尸体处理掉，然后带着青蛇谷主的头颅返回了黑风寨。回到黑风寨，两人将青蛇谷主的头颅交给了黑风老妖。黑风老妖看着青蛇谷主的头颅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好，没想到你们2个竟然真的杀了青蛇谷主，果然有本事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黑风寨的人了。多谢寨主收留，陈平说道。不用客气，黑风老妖说道，我给你们安排个住处，你们先休息一下，
明天再给你们安排任务。黑风老妖让手下带陈平和胡麻子下去休息，自己则拿着青蛇谷主的头颅走进了议事厅后面的密室。密室中，一个身穿灰色长袍的老者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。老者面容枯槁，头发花白，看起来极为苍老，但身上却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息，丝毫不亚于黑风老妖。师父，青蛇谷主已经被我杀了。黑风老妖对着老者躬身行礼，说道。老者缓缓睁开眼睛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。做得好。那2个人类修士怎么样？可靠吗？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底细。黑风老妖说道，我打算先观察他们一段时间，若是可靠就重用他们，若是不可靠就杀了他们。老者点了点头，最近九盘山不太平，黑煞魔宫那边也有些动静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另外，关于当年胡氏一族的事情，一定要守口如瓶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弟子明白。黑风老妖说道。老者再次闭上眼睛。黑风老妖躬身行礼后退出了密室。另一边，陈平和胡麻子被带到了一间客房。客房虽然简陋，但还算干净。刚才那个老者是谁？胡麻子问道。我感觉他的气息好强，比黑风老妖还要强。不知道，陈平说道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的身份不简单，很可能是黑风寨的幕后黑手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胡麻子问道。先休息一下，晚上再去打探消息。陈平说道，黑风寨的防卫很严密，我们要小心行事。2人休息了一下，等到夜幕降临，悄悄地离开了客房，朝着议事厅后面的密室摸去。他们知道黑风老妖和那个老者很可能在密室中谈论重要的事情，或许能听到一些关于当年灭族事件的线索。2人小心翼翼地避开巡逻的妖修，来到了密室门口。密室的门是用黑石砌成的，上面刻着复杂的符文，散发着淡淡的光芒，显然有禁制守护。这扇门有禁制，我们怎么进去？胡麻子问道。我来试试。陈平说道，同时从怀中取出一张破禁符，贴在密室的门上。破禁符上的符文闪烁了几下，密室门上的符文光芒渐渐暗淡，禁制被破解了。2人悄悄地推开门，走进了密室。密室内，黑风老妖和那个老者正在交谈。师父，您说黑煞魔宫那边会不会知道我们当年参与围攻胡氏一族的事情？黑风老妖问道。应该不会，老者说道，当年的事情做得极为隐秘，而且黑煞魔宫的人也参与了，他们不会自己揭穿自己的。那就好。黑风老妖松了口气，说道，我就怕他们以此为借口来攻打我们黑风寨。放心吧，黑煞魔宫现在自顾不暇，不会轻易对我们动手的。老者说道，不过我们也要做好准备，以防万一。是，师父。黑风老妖说道。陈平和胡麻子躲在密室门口，听到了2人的谈话，眼中闪过一丝愤怒。没想到黑煞魔宫和黑风寨都参与了当年的灭族事件，而且他们之间还相互勾结，真是罪该万死。就在这时，老者忽然睁开眼睛，朝着门口望去，厉声喝道，谁在外面？陈平和胡麻子知道自己被发现了，不再隐藏，立刻冲了出去。是你们2个？黑风老妖看着陈平和胡麻子，脸上露出了惊讶和愤怒的表情。你们竟然敢偷听我们的谈话！黑风老妖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！胡麻子怒喝道。没想到你竟然也参与了当年围攻我胡氏一族的行动，我今天一定要为族人报仇。报仇？就凭你们2个？黑风老妖冷笑一声，既然你们听到了不该听的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黑风老妖和那个老者同时出手，朝着陈平和胡麻子攻来。陈平和胡麻子早有准备，立刻反击。陈平祭出斩龙剑，与黑风老妖站在一起，
胡麻子则取出符纸，与那个老者站在一起。密室中的战斗极为激烈，灵力碰撞产生的冲击波将密室中的桌椅板凳都震得粉碎。黑风老妖的实力极强，相当于地仙境3品巅峰修士。陈平虽然实力也不弱，但一时之间也难以取胜。那个老者的实力更是深不可测，胡麻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很快就落入了下风，险象环生。胡大师，小心！陈平看到胡麻子遇险，心中一急，想要上前帮忙，但却被黑风老妖死死缠住，无法脱身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胡麻子忽然想起了先祖传承中的一种符术，连忙取出几张符纸，迅速画出一张强大的符篆。先祖之力，助我破敌！胡麻子大喊一声，将符篆朝着老者扔去。符篆在空中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形成一道巨大的金色手掌，朝着老者拍去。老者没想到胡麻子竟然能画出如此强大的符篆，心中一惊，连忙运转灵力，形成一道黑色的护罩，挡在自己面前。砰的一声巨响，金色手掌与黑色护罩碰撞在一起，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。黑色护罩瞬间破碎，老者被金色手掌拍中，倒飞出去，口吐鲜血。